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我是董敬豪，向全球各地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問好，大家平安順心。馬上為您介紹這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第二位時事評論員王尚志，俊橋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杰，俊橋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歡迎3位來賓加入我們今天討論。那節目一開始呢，還是持續放在現在全球最大的重點，就是美國跟伊朗在中東的議題上，現在談到什麼程度了？我們看到呢，這個美伊呢簽署諒解備忘錄啊，終於是進入到一個收尾階段了。那麼美國總統川普他原本就可以想这個大聲宣布說，哇，中東戰火降溫了，油價要暴跌了，美國經濟要再次往上，因為下個月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就是美國的250周年紀念日要來了嘛，建國250周年，當然要普天同慶啊。但是現在伊朗冷冷的一句話呢，不好意思哦，就還是把你這個世界還是存在了很多的變數，要把這個談判桌掀翻給世界看，因為證明呢，荷木茲海峽現在的掌控權還是在伊朗的手上，美國還是要持續被他拿捏。尤其我們最看到最直觀的油價好了，還是取決於這條水道究竟要不要收費。那麼現在伊朗呢，他們就在玩一個所謂的文字遊戲，說這個不叫做通行費啊，我們可以給它改變其他的叫法，你可以管它叫管理的服務費，那這不叫過路錢，你可以改它叫海事的服務費，等等等等，反正一句話就是我要持續在這個地方收錢，你想要過這邊，你就剝層皮就對了。那美國當然是無法接受啊，盧比奧說了什麼？全世界都不會接受這樣國際航道被收費的狀況，因為自古以來大家通過這邊都是大家就是自由的嘛，就是沒有要跟你收費嘛，所以美國主張的就是開放這條水道就是免費通行，他們只接受這個方案。那會不會是這樣子繼續演變呢？因為這個海峽的問題一天不解決，美國國內油價降不下去，通膨降不下去，會不會影響到後面川普期中選舉的政治炸彈？這一直是他心頭刺的一個狀況。即便現在戰爭已經降溫，我們也觀察到布蘭特原油的價格都已經有稍微的在走跌，但是普羅大眾也還會覺得我加個油貴的要死，這個體感啊，跟戰前比起來是回不去的感覺。所以我先請教一下楊老師，川普現在這麼急，一直想把荷木茲的問題給壓下來，那麼他們說的，如果這個備忘錄諒解備忘錄60天過後呢，這個伊朗跟阿曼有沒有可能繼續用他們所謂的海峽管理費啦、安全服務費啦、航道服務費這類的名義，持續開了一個先例，就是戰後不管所有人通過這條水道，你就是要給我錢這樣的方式，對全球能源的運輸來說會有什麼樣的負面影響？首先，美國為什麼這麼想要趕快的開放荷木茲海峽？哈，第一個，它最重要還是它的國內的經濟、通膨，以及川普要面臨到的選舉，還有它越來越低的支持率。他現在支持率來到37%，而不支持率將近58%，所以你看6%跟4%弱的這個比例哈，其實是越來越嚴重。那當然年底的期中選舉就會影響到是不是民主黨能夠在某一個院，也許是眾議院取得多數。如果這樣子的話，他接下來2年多不就變跛腳總統了嗎？而且可能會通過一些法案，他難以忍受的，甚至可能會要去主張彈劾川普總統，那就讓我們想到他第一任的後面那段期間，其實一團混亂，而造成整個他後面在施政上的困難，以及後來他落選。那這一次呢，他面臨到的是什麼？他面臨到是他能不能夠順利去讓他的這個接班人，不管是誰了，范斯還是盧比奧當選總統。他才可能在未來他們任何人的庇護之下，避免被司法起訴啊。所以這是個很大的關鍵。那這裡的關鍵就是因為4月份的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是3.8%，5月份是4.2%。如果6月份油價還是這麼攀高，那繼續往上走的話，那就會產生連鎖反應，影響會很大。他如果在這個月中的時候把油價掉下來，現在油價真的掉下來了。對，在這個瑞士談判之前，也就是 G7 那段期間，6月17號、16號的時候，油價布蘭特原油是93塊美元。其實2月28號之後，大概都在90塊以上，那沒有低於90塊以下，有2次高於120。那可是呢，在目前這1-2天，油價布蘭特原油來到74塊美元，而戰前是72塊，所以它目標達到了。但你要開放啊，你不能一直不開放，或者是說開放變成假的，那有限的。所以伊朗到底會不會讓這個開放？
如果按照國際法的話，這種過境通行權，當然因為它是天然的海峽水道，它並不是像巴拿馬運河或者是這個蘇伊士運河，那不是，那是人工開鑿的，所以它有就是收費。那可是呢，它可以換個想法，環境維護費，對，管理，然後或者是說管理費啊、服務費這些都有可能。但我個人覺得重點其實不是在這個費用。那費用如果高到難以忍受，那就變成大家又會一個議題出現。我個人覺得是伊朗要怎麼樣，還是有效的管理掌控荷爾木茲海峽。所以它此外可能會設一個管理局，那這個管理局就可以以這個管理局為名，它的這個行政或者它的這個清掃啊等等之類，或者是環境維護啊，來去收這個費用。那還有呢，它通過的航線。過去大概分這個，因為航線大概3.8到4.4公里哈，可是呢，他現在要求在那個比較靠近伊朗這一邊的這個大島跟小島之間，作為一個可能是這個往外走的這個水道，然後小島的另外一邊是往內行的這個水道。目前會不會繼續的要求各個這個船舶造這個水道？如果這樣子的話，那它還是等於有效控制掌控荷爾木茲海峽，那收費就只不過是也許一個就是這個錦上添花。為什麼他要掌握荷爾木茲海峽？那這就對伊朗而言，這一次的戰爭他學到這個教訓，荷爾木茲海峽的掌控等於有點像是核彈級的這種對伊朗安全的保護機制，的避免美國可能再一次的在發動戰爭。因為天曉得川普等到年底選舉過了之後，或者他民調好了之後，那以色列如果內塔尼亞胡10月7號沒有下台怎麼辦？對，那再打1-8任，那然後呢，這個戰爭又恢復。所以我覺得基本上整個現在伊朗的這個情勢應該講是一種不穩定的僵局，不可能有絕對的問題解決，也不可能全面的戰爭爆發。那美國從韓國運往中東的薩德飛彈系統已經完全回到韓國，又重新布置，所以不可能戰爭全面爆發。所以你就看到這個動態的不穩定的僵局甚至衝突仍然可能會持續下去。了解。好，剛才楊老師幫我們分析了這個荷爾木茲海峽，不管這60天的備忘錄之後怎麼樣，這個命脈這張王牌，伊朗是必須要握在手裡的。那當然，荷爾木茲海峽之後的怎麼來收取這個通行費與否，還是要免費開放給大家用，這個都還不確定。但是它對於油價的影響是直接的。這段時間，剛才像楊老師說，布蘭特原油一度是有跌到74-75美元這個區間哦。那美國的柴油價格也跌破了每加侖5美元。但問題是，這比起戰爭前的這個3.76美元，還是超出了30%的價格。而且，在美國老百姓的心中，還是會認為說，我的定錨效應就是在3塊多的柴油啊，我現在憑什麼要加到5塊的柴油？所以還是反映在了很多在川普的民調上，就是說你這個總統亂發動戰爭，害我們老百姓每天這個加油都變貴。那川普他怎麼做呢？他把這個憤怒遷怒到業者上，他直接去怪業者說，我直接在這個社群媒體開罵說，你們這些大型石油公司沒有跟着調降這個汽油的價格，他痛批呢這個是在敲消費者竹槓，等於他的表態是把自己的立場跟消費者站在一起了，然後來同仇敵愾，再怪這些資本家說你們沒有把石油降下去，還下令說要查大型石油公司。好，尚志哥，美國民眾現在對這個通膨啦、油價啦，怒氣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杯期間，好多人來來往往，這個交通使用的很大，都開始醞釀對期中選舉的隱憂。這是不是給暴露給伊朗說，反正我現在持續在這件事情上跟你拖時間，我繼續打這張海峽牌，我就可以掐住你的命。我們首先來看川普為什麼要突然，他跟這些大型石油商美国这些都是不是美國啊，它是跨全球的大型石油商。我想这大家都很熟悉的埃克森美孚跟雪佛龍，大概是美國最大2家。另外像康福跟西方石油，除了在賣石油之外，他們還做一些包括開挖礦產的以及這些輸送油管的這些技術，所以這些其實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動輒來講，按照道理，其實美國川普要跟他們合作啊，不是嗎？包括像委內瑞拉那些石油到現在拿下來了，還沒開採呢，還是要看這些大型石油的油商的臉色。但為什麼現在川普要痛罵這些石油商，而且說要求調查？當然毫無疑問的，主要還是在轉移啦。我們知道現在美國的高通膨的問題，包括現在美國聯準會本身還沒有看起來會有降息的可能，所以這方面其實都跟整個這個川普的
大棋盤，它的大戰略有很大的落差。所以現在，但是事實上我們感受到的，尤其美國選民跟美國的民眾所感受到的，就是現在的通膨的部分的本質裡頭，最主要的結構還是來自於能源。尤其是石油，特別是每天加油看到那個油價，你就一直感受到覺得川普無能。所以呢，他現在就把整個所謂的大型石油商說他們哄抬物價，說他們透過油價來坑殺消費者。我想很明顯的，主要叫轉移整個政治壓力，跟大家一起罵石油商，否則大家都在罵政府啊。他現在一講大家想想也是有道理，特別是當油價跌下來的時候，你的實質的部分的這種零售的油價還是這麼居高不下。不過我們要知道，其實現在大型石油商，你覺得會受到美國政府的很強烈的影響嗎？其實就委內瑞拉的這個事情，到現在來講，承諾要去幫他們開採那些重油的，還是很少很少。特別是阿克森美孚就完全拒絕了啊！而且我們現在知道，在整個波灣地區的重建這個部分，現在不只是荷姆茲海峽通了的這個時候呢，好像大家油價或各方面就恢復成過往。要知道有很多，包括阿曼，包括很多阿聯酋，以及包括伊朗很多的地方，其實都是曾經被破壞過的。所以這些破壞的部分，包括要重建起來的這些管線輸送，跟是不是要導入新的這個 AI 的這個油的管理機制，都是這一波我們剛講以美國的為主的大型石油商，他們要去做重建計劃的。人家可不是只有賣油，或者很多油輪在這個全世界跑來跑去。所謂這個開採，包括這些運輸提煉，都是這些美國大型石油商為主的手上獨有的部分的技術。所以你說真的，川普可以跟他們切割嗎？除了荷姆茲海峽之外，我們現在看到是荷姆茲海峽好像通暢油價就回來，還牽涉到那麼多波灣國家被炸毀受損的重建，你以為是3個月就可以修好嗎？最快很多都是要2-3年為主，而且現在已經都在開始進行了。所以它這個結構性是捆綁在一起。油價本身，我認為隨着油價下跌之後，應該美國部分就會降下來。而且美國其實自己本身生產很多油，他們油價降不下來很大的原因，也在信號節目都談過。主要美國的這個頁油岩，他們生產出來的是輕質的油，所以可是你這些煉油，美國自己的煉油都是老的設備，在加州這一帶，所以變成是他們輕質油賣出去，再進口一些油提煉之後，才能變成現在美國汽車用的那些油。所以這種進出還是美國本身石油結構的問題，不是生產或荷姆斯海峽打開之後就可以完全解決的問題。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談油跟海峽，這個就牽扯到了很多的錢，但大家可別忘了，海峽談錢，核設施談安全。這一場戰爭剛發動，打出的出師表，打出的理由就是美國跟以色列說要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嘛，這是這個戰爭他們說的說法，起點是這樣子。那麼在談判中，我們也看到了美國副總統范斯，他說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就是伊朗點頭了，願意讓誰來介入？聯合國的國際能源總署 IAEA 可以說好，你們派員來我們伊朗做檢查，我們的農作物設施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但這是你美國人說的，伊朗沒有這樣說啊。德黑蘭馬上就不認哦，他強調呢可以查，但是任何的查呢都是要等到我們這個60天最終協議達成之後，才可以讓你這個放行哦，進入到伊朗裡面來做查。說白話啦，就是要等整套細節，這個和談、賠償什麼東西都講好之後再來說吧。所以范斯所謂的重大突破，會不會只是他一廂情願的說法，或者美國一廂情願的說法？而且後面的變數其實還很多。而且目前看起來，伊朗雖然我們都知道他的海軍跟空軍已經被美國都已經全部限制住，但是為什麼他的進退讓步，還有他堅守底線的立場，透過這一次的在日內瓦的和談，我們看出來態度還是蠻強硬的。他背後究竟還握有什麼樣的事情，讓他可以這樣持續跟美國耗下去？楊軍，因為川普打這場仗犯了2個錯誤。第一個他在開戰之前沒有很明確的開戰指導，他就貿然的去打了這場仗，打得莫名其妙。那第2個錯誤，他要終戰的時候也沒有一個很好的終戰指導，貿然的就這個脫離戰鬥了哈。但你要知道，脫離戰鬥在戰場上面是最難的。我們看到川普這次是不是因為他自覺得自己陷入到戰爭的泥淖裡面，立刻抽腿就走？我跟你講在戰場，如果在戰場上面你抽腿就走，這叫什麼？叫被迫脫離。那你如果說是要脫離戰鬥，你應該要主動脫離。主動脫離怎麼樣？你最起碼有一個佯動或者有一個佯攻，讓敵人知道說你還有作戰的意圖，這時候你再脫離戰鬥。
可是你這次很明顯被迫脫離，我跟你講，敵人一定會怎麼樣？一定會乘勝追擊啊！當然這次很明顯，我們按照這種戰爭的邏輯來看，伊朗這時候不就是在採取的所謂戰略追擊嗎？只是說他不是在戰場追擊，他在談判桌上面給你追擊啊。那我們看到伊朗這次這個整個談判的過程，從開始川普在這個在凡爾賽宮簽的 MOU 開始，一直到現在。那可以說，伊朗是步步進逼啊，然後這個川普這邊，美國這邊是步步這個敗退啊。我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這個現在最明顯的一個濃縮鈾的問題來講好了。其實最早在2月26號，2月28號開打，在2月26號的時候，美伊雙方已經在日內瓦談了有關於濃縮鈾的問題。濃縮鈾問題那時候伊朗也答應，他願意稀釋濃縮鈾。他本來我就沒有發展核武的計劃，我的這個濃縮鈾只是為了要這個發展這個核能發電，也是和平的用途。那時候伊朗那時候有主動說，我可以讓原子能總会进來，總署進來檢查證明我的濃縮鈾降低到某一種濃度，但是你美國要解除對我的制裁，以及解凍對我的資金。我記得2月26號的時候，雙方談的框架是這個樣子，但是沒想到美國在2月28號隔2天以後就貿然採取突襲的手段去打了這個伊朗。那這整個過程你看出來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作戰指導，所以難怪現在這個濃縮鈾來講的話，當然我們在戰爭的過程之中，這個3月份作戰過程之中，我們在這邊也討論過很多次，認為美軍會不會動用地面部隊這個進去，這個把濃縮鈾這個把它搶出來，把它佔領奪取，然後之後又傳說美國這個堅持濃縮鈾要放在美國自己來，要交給美國來保管那當然伊朗的說法說，有傳出說是不是交給這個俄羅斯或交給中國來解除這個美國對他疑慮。那最後結果是什麼？是現在濃縮鈾變成伊朗自己這個要保存，自己來處理，自己來處理，降低這個弄。那美國說好，那你自己來保存，那我檢查總可以吧？現在伊朗說不行。你還是不能檢查，要我看我的臉色60天以後再說。对，那我們從整個談判過程之中，你會不會覺得就像是一場軍事上的行動？伊朗是乘勝在追擊啊，美國是節節在敗退啊。那這場戰爭，我覺得這種很明顯的伊朗現在最大的一個作戰的成果，就是最大的戰果就是擁有了荷姆茲海峽的話語權。那60天之後會不會收費？那伊朗會不會借此來作為這個對全世界要挾手段？但是我們看到美國對這件事情來講的話，現在是毫無辦法，只能嘴巴上面在那邊承認，實際上面提不出任何一個作為。好，謝謝將軍，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回來還有更多的討論。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